大家好，这里是 Hex 第六课堂。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用 Workbody 结合本地大模型开发的一个个人技术博客网站。可以看到整个网站的配色、报菜、布局都还很 OK 的，包括它的设计不同的模块以及前端嘛、AI 呀、权杖啊、架构啊等等的，最后给出了它的一个优势以及它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方式。这个呢是我用它生成的一款设计的一个游戏啊，可以看到整个的效果还是比较丝滑的。后面这个是我用 Workbody 开发的一个智能 HR，这里首先是给出了一个人工智能工程师的一个基地，然后后面分别给出了5份不同的一个简历，那么我会用它去做一个简历的一个筛选，按照我的要求，然后它会给出一个汇总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给我们整体的效果进行了一个排名，以及更不同的这些数据，把它进行结构化数据的一个抽取，然后最后还给出了一个简历分析的一个这种报告，这个排版啊、布局啊以及它的这个结论，我觉得都还是比较 OK 的。大家好，您刚才看到的这些场景呢，都是我用 Workbody 结合本地大模型或者是云端大模型来完成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项目。那今天这一期我将手把手教大家如何来把 Workbody 变成我们日常的生产力工具，来跟我们工作来提效。OK，那我们现在开始。首先要提一下的是呢，如果是云端大模型的话呢，你对本地电脑是没有太大要求的。OK，因为你用的是 API 嘛。然后如果是本地大模型的话呢，咱们显存最好是最低也要大于8G。OK，然后我们先来到那个它的一个首页，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刮览，它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上面特点是一句话指令就可以自主规划并交付完整的一个结果啊。然后我们拉到最下面啊，根据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如果你是 Mac 你就选这个，如果你是 Windows 呢你就选它。我这边是 Windows，所以我会点击下载它。我点击下载好了之后呢，它都会来到我的文件夹。啊，这个文件大概说有480多兆吧，对，你下载之后放到这里，然后你双击下一步安装啊就 OK 了。然后呢，在这个文件夹的这边，你再新建一个 Workspace 的文件夹啊，这个是用来存放的工作目录的。OK，后面会用到。OK，你安装好了之后呢，桌面上就会多出一个这种图标。那我们现在双击打开它。OK，那左侧的这些是我之前的历史记录啊，你一开始进来这边全是空的，没有的。OK，那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个页面以及相关的一些配置。首先呢，来到左下角点击一下，这边会有一些签到啥的，这个可以不用管。然后我们看一下有外观啊、浅色、深色，这个你根据自己喜好。然后这有设置，我们点击一下设置，然后这边呢，就会有刚才我们调整的那一下啊，就出现了一个那个工作目录，它默认是放的 C 盘的啊，在系统盘，所以系统盘东西多了以后可能会导致电脑卡顿啊，建议大家放在其他的盘。OK，然后智能体的设置的这一部分呢，这一个开关的话，它默认是关掉的，然后这2个默认是开启的。然后顺便提一下，禁用智能体团队这里的，这是代表的是说你有多个智能体去帮你完成这种对于默认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复杂、比较大型的任务的话，建议大家是给它关闭掉。如果是一般的任务的话，其实打开就 OK 了啊，就不用开启。然后像快捷键、记忆这些没有特别扩展的。然后模型这一块的话呢，我这边是已经配了2个模型，可以看到一个是本地的啊，千问3.6 35B A3B，还有一个就是 DeepSeek Flash 啊。那底下有个助理设置，这个的话呢，我后面会给大家讲，就是可以集成到你微信里面或者是小程序，可以实现那种类似于龙虾这种一个助手。OK，那我先教大家怎么去配置模型。OK，然后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这里点击，你可以看到啊，这有很多可以选的下了。我们这里比如说我现在是 DeepSeek Flash，DeepSeek 威斯 Flash，我就点它。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它官方的一个 HY3这个模型呢，它是限时免费的，也就是说从7月6号到7月22号之间，你们都可以去用啊。这个模型其实还挺强大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呢，这次因为我已经配好了，如果你没配好的话，你在这里点击配置自定义模型，那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在这里选啊，大家可以看到，你选择你自己自有的这种 API。如果你觉得这里不够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自定义。自定义的话呢，你就要把你的接口还有 API 全部填上去，然后是否要输入图片啊，以及思考模式呀，等等的，包括它输入输出的上下文窗口分别是多少的这些都要填好之后填保存就 OK 了。然后这边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DeepSeek 这边是怎么配的给大家再看一下。这边就选择 DeepSeek 就选择它勾选好，然后呢，底下你输入你的 API， 那 API 在哪里呢？在这个 DeepSeek Platform 这里进去之后，你在这里点击创建一个新的 API，随便取个名字，然后点击创建把这个 API 复制，然后呢，给它张贴到这里来就 OK 了。然后这个地方就已经配好，点保存就 OK。然后对于本地大模型的话呢，后面我也会说那到这里为止呢，这配置我们也配置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它左侧，我们可以看到左侧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任务啊，比如说你要新定一个任务，你就打开这里就好了。OK，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专家技能连接器，那这是它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琳琅满目很多的这种专家，有比如说 OBC 艺人公司，有产品设计，有金融投资，有游戏啊，一大堆的。那这些专家是什么时候去用？它有什么作用呢？哎，跟大家讲一下，本质上呢，你在这里，比如说啊，我现在要举个例子，我要去开发一款游戏，或者说，我在这里就会点击游戏设计师，我点一下召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下角，它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游戏设计师。然后呢，你在这里就可以输入你自己的一些提示词要求，然后你点击发送，那么它就会给你最后交付出来一个就符合你提示词要求的一个这种游戏，这种 demo 也好，或者是项目。那这个专家它本质上是系统的提示词啊，大家要明白啊，就是所以说它这一块是有很多种它应用提升配好的，这个就比较方便啊。还有一个专家团，专家团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多个 agent 啊，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有多个 agent 跟你他们一起开会，帮你协作完成你这个任务。这对于大型的复杂的这种任务的话，是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的。OK，然后就是技能。技能这一块的话，就是 scheme 嘛，这些大家应该都比较熟啊。它本质上就是一串那种 Markdown 的一个文档，然后它有特定的格式，比如说它有它的 name，它有名称啦，它有它的描述啊等等啊。OK，然后这有 Skill Hub 再给你列出来了，这里面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那怎么样去调用技能，后面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通过我的案例。OK，然后最后一个是连接器，连接器的话呢，大家怎么理解呢？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它跟外界要帮你去调用外界的工具，然后它需要跟外界有权限去访问，所以呢，它会需要比如说现在我要使用这个 QQ 邮箱，那么它就会把 QQ 邮箱的 API 给它连接起来啊，你要把它配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任务中去自己去访问它，比如说让它去发邮件、收邮件等等的都是 OK 的。OK，你看这里有很多种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OK，那这些简要技能介绍完了，后面还有个就是自动化啊，这些我后面再给大家详细讲。那我们先来从任务来讲起，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啊。首先，那么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生成我们的个人博客网站。那这个是怎么做呢？我这里有一串提示词啊，就是然后我会把它复制好，发给他，然后呢，我就会让他直接去生成。对，生成之后呢，它大概要等个4-5分钟吧，需要点时间。这里我不耽误大家，我就直接给大家看效果。那这是我刚才在试听开头时给大家演示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整个的效果其实还是比较符合这种科技主题的。后面有这种例子树啊，有文字在这样的一个流动，以及这是我的一个频道的名称啊，下面有不同的模块，比如说选择的理由啊，在籍的学员嘛，整个的架构，整个体系是已经初具雏形的嘛。就比如我前端啊、数据科学啊等等这些东西。OK，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效果。那这个提示词以及这些东西我都会放在评论区啊，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去使用。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的第二个，用 AI 去生成新闻报告啊。OK，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然后呢，我们给它粘贴到这里啊。OK，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关掉。你要这里可以去调用，比如说这有技能，就有很多种技能，你可以去安装的啊。后面我会给大家讲，我们点击回车，我这里是让他给我发送，就24小时之内，今天 AI 全球领域的一些重要的新闻，让他从这些信息源去搜索，然后重点关注大模型 agent 的开源、AI 编程等等的这些资讯，然后给我总结出来啊，要求在500个字以内。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进行了深度思考啊，然后呢，这边它去进行了一个网页的一个搜索啊，它这后面其实都有调用它的一些工具，对，然后最后它开始给我们展示一些就是一些产物了。来，你看它现在已经把日报已经生成好了，对，然后这个的 Markdown 的文件啊，我们点一下，它右边就已经出来了啊。OK，这个字体稍微有点小，哎，也能看清楚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是10条啊，就是我要它就是生成的一个要求，这些都是目前最新的一些 AI 的一个新闻吧。对，OK，那这就是第一个案例啊。OK，然后这种案例的它其实不一定说非得用 DeepSeek，其实用我们的本地大模型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这种只是没有说特别复杂，只是说去网上搜索的信息，然后进行信息的一个先检索再整理，对吧？OK，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配成一个 skill，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对吧，咱们有些朋友
就经常需要每天看某些行业的新闻，那么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你把这一串内容发送之后呢，你再用我这串提示词把上述的流程给我做成 skill， 方便我之后需要查看 AI 新闻报告的时候进行复用。这边我之前是有安装3个技能啊，你一开始这里是空的，然后呢你要点这个勾选，勾选之后它才会打开，明白吗？我们给它发送了这串提示词，然后呢我再给它发回去，我会让它把我做成这个 skill， 它这里的就会调用一个叫做 skill creator 这样的一个 skill， 就是用来创建 skill 的 skill 啊。调用 skill 的时候，你也看到啊，大家看到没有？这有个 skill creator 就调了这个 skill。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正在给我们生成这个 skill， 然后呢，我们只要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skill 已经创建完整了啊。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看到有没有新出来的 skill 啊？哎，大家可以看到吗？这里是不是多出来一个 skill 叫 AI News Report？ 这就是刚才创建的 skill。我们点进去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他根据我刚才的那个任务，然后他自己去就总结，然后生成的一个 skill。那这样的一个 skill 的话，以后的话呢，就可以方便我们去复用了啊，甚至把它配成自动的一些工作流都是 OK 的。OK，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讲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批量的一个简历的一个处理。那这也是一个 HR 的一个朋友，他之前跟我说有这种类似的需求，就是说他们平时上班的时候呢，经常需要去整理候选人的简历，因为有海量的简历，对吧？那么他需要把这些简历的信息进行一个解析，然后给它提取出来，然后呢，再根据不同的简历的候选人呢，我们给他进行一个打分评分，然后最后去就分析出谁适合来进入面试，进入下一轮的一个候选人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跟大家先讲一下啊，这里呢我已经新建好了这个文件夹，跟大家简单先过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总共是有6份文件嘛，对。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人工智能工程师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就是岗位描述。那这些文件呢都是我自己用WorkBuddy 生成的啊，所以它人名也好，什么也好，包括公司，这些都是虚拟的。那我只是为了演示成流程。OK， 这个是它的岗位的一个描述，就是 AI 工程师他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必备的条件，以及他的一个薪酬福利，以及最后面试的一个流程。OK， 然后这后面呢是5份候选人的一个分别的一个简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现在的提示词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让WorkBuddy 把大家的候选人的名称，还有他的姓名、学历、工作年限、外语能力、AI 工程的能力啊，以及核心的亮点都给我提炼出来，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 Excel 文件啊，表格的形式，方便我去阅读。然后呢，就是结合这个 AI 工程师的 GT 中的要求呢，给我生成一份简历的一个初刷的一个报告啊，然后呢，对它进行合理的评估，然后给出建议。那这就是 HR 经常要做的一个工作了，对吧 ？OK，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场景。那我们新定一个任务，然后我们选择工作空间，大家注意啊，这里的工作空间就是可以自去选择啊，比如说我打开本地文件夹。我点击桌面，这里我已经建好了这个文件夹啊 ，OK。那接下来它的操作就基本会在你这个选中的这个文件夹下面去操作。但是我需要提醒的一点呢，就是呢，我实测也发现过，就是 WorkBuddy 的它对文件控制的权限这一块呢，并不是那么严格。就是说，虽然你呢是在目前这个简历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啊，但是你是可以访问其他不同的文件夹的啊。是可以去访问的 ，OK，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这有默认的权限，默认权限是什么呢？就是你永不允许它呢去完全去访问其他任何的一些东西，进行一些敏感的操作啊。然后我这边把刚才的提词复制过来啊，然后我就给它发送过去。好，接下来就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先读取了所有文件内容，然后呢，它首先加载了这个腾讯文档的路由的一个 skill 啊，然后它再加载了腾讯当地的那个 Office 编辑的 skill， 然后呢，它用那个 Doc 工具和一些 schema 来运行这个编辑。对，我顺便给大家提一下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它并不是像我人一样的去自己新建各种 Word 文件啊，然后呢在里面去填写内容，实际上它在后面都是用代码去处理的。就是几乎所有的任务它都是用代码去处理啊，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 skill 嘛，它非常的全面啊，所以这是 WorkBuddy 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它的一个生态。OK，我们可以看到它最终的产物已经交付给我们了。首先呢，它告诉我们这里面初刷的结论啊，就是筛选之后呢，发现这5位人呢，
他们的评级，它给了分别的 A、B、C、D 这些评级啊，然后呢还有对应的建议，然后呢下方呢是2个文件，一个是它的一个简历初筛的一个报告，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在这里是可以预览的啊。这是我虚拟的一个公司，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总共是招3个人嘛，然后呢评估的日期是哪一天啦，以及它这个目录啊，它的评级以及这个评估的概要，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报告的配色，包括它的这些标题的一些分类啊，我觉得其实都已经比较专业了啊，我觉得都稍微改一改就可以拿过去直接去汇报可以用的啊，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根据 GD 匹配做评估啊，这些都是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个需求的，就是按照它每一项的要求逐项指标再进行对比啊 ，OK， 还有它的一个优势呀等等的，最后呢就是给出它的一个评级，然后它评级的一个理由。啊，这个报告总共也是写了将近有10页吧，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表格，哎，看上去也比较直观啊，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我觉得还挺满意的。然后呢，这边是它的初刷的一个信息的汇总，哇，这个表格做的也很精美诶，你可以双击打开，哎，我们给它放大看一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生成的日期，它的初刷信息汇总，还有每一项能力啊，我们要求姓名、学历啊、年龄啊这些东西它都出来了啊，就是根据我们要求来划分的，还进行了一些配色，哎，我觉得效果还是相当可以的，对，非常好。OK，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这种任务呢，在过去 HR 要把它做出来的话，至少可能要个3、4天嘛。对，但我们同样的一个任务，我们今天用 AI 半小时就可以搞定了。对，所以你看，这就是给我们生产力提效了，对吧？OK，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4个案例。第4个案例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案例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做导游的，然后呢，他有一项工作任务，就是需要去把那些他的导游的 PPT 啊，做一个英文或者是中文的一个播报，然后呢，去给外国的游客去介绍。那么这里呢，我也找了一个实例。PPT 的话呢，是我自己也是用博客巴里生成的啊。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 PPT。这里讲的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状，还有未来的一个预测。我们看到整体的效果其实还 OK 的，稍微修改一下，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直接拿过去用了。对，整体的话，我觉得效果还是比较OK 的。那接下来呢，我首先是将这个 PPT 给它转化成 PDF 呢，这也是一个小的一个经验哈，就是你把它转化成 PDF 的话，后面让这个 Workbuddy 去调用那个 OCR 工具的时候才会更好，效果会更好啊。OK，那我们新建一个任务啊，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工作空间给它选好啊，我们选到这里，我们选择本地的文件夹，我们选择我们这个 PPT，我们打开，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我这一串题字词是怎么写的。哎，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我让他先把这个项目文件夹里的文档，哎，这里我加一个啊，我只读 PDF 就可以了。PPT 的话，应该内容是一样，不用读。文档逐页给它解析出来，然后非英文的内容呢，也要翻译成英文，因为我都需要英文播报嘛，对吧？它是中英文混合的。然后我们再用云端的免费的 TTS 合成的 API 去给它合成 WAV 的语音。那这也是一个经验，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实际中语音合成它是有一些就是免费的 API 的啊，你去用的话其实是效果更好的。不然的话，如果你不加上这一句话的话，会怎么样呢？Workbuddy 会想办法自己用 Python 开发本地的这种的语音合成的一个这种功能，那它的效果肯定一个是时间更长，对吧？另外一个效果可能不一定有这种云端的好啊，比如说编制微软这种免费的，其实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呢，它合成之后要让它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叫做 Audio，然后呢把所有的音频保存在该文件夹中，方便我后面用啊。OK，那我们现在点击回车，那我们稍等一下，那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处理步骤。首先呢，它是在解析 PDF 的内容，逐页解析，然后呢，它再去产生 TTS 的 Audio，也是逐页的，这是我们要求的。产生之后呢，它会把这些音频文件保存在桌面的这个 Audio 文件夹里面。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它会用云端的翻译的 API，因为我这里面有中英文混合的嘛，对吧？所以我要求是全部给我朗读成英文，所以它会把中文的内容先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用语音合成的接口去合成语音。它执行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有些小伙伴会吐槽，但是因为你要理解就是这些任务交给我们人去做的话，其实我们也要分步骤的去做，是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聊天的问答，它是把你去盗用工具，把你去写代码，具体的去干活，而且是多步骤的长流程的，所以当然时间会更长一些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呢，在可接受的时长内呢，它交付的产物满足我们的需求，那这个就是 OK 的，对吧？
它比你人做要快嘛。OK， 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合成了，已经 OK 了，总共是10页啊，提取出所有的文本，然后呢，语音合成的接口也调用了啊，还是自然的美式的女声，然后格式也是 WAV 我们要求的，然后保存路径在桌面，然后再分成10个文档。OK， 我们先看到桌面，哎，果然多出来一个 audio 文件夹，对吧？多出了这个文件夹，然后我们双击打开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总共有10页。来，我们打开这个 PPT， 我们先不关第1页的内容嘛，我们作为演示，我们看一下。What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finition: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imulates human intelligence, learning, reaso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science of simulating, extending, and expanding human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ory and technology.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that improve through experience, algorithms that continuously self-optimize through experienc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understanding and generating human language. Computer vision, interpreting visual information, interpreting and understanding visual information. OK， 可以看出来内容整体还是比较符合的，而且在这种衔接的时候，它会加上一些自己的一些就是衔接的一些话语啊，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就直接可以拿过去用了。而且事实上呢，我当时的确是用这个方法给他解决好了，然后给到我这个导游朋友，让他直接拿去用了啊，他反馈出的效果还很不错。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具体的使用场景。所以你要说 Workbody 能干什么东西呢？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它真的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它跟 Codex 跟那个 Cloud Code 都比较类似，它是一种桌面的 agent，就是它可以帮我们具体的去办公干活。而现在这个东西，用户不仅是程序员群体，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产品经理啊，这种运营啊，这种非技术人员，他们都在用。所以我建议大家赶紧用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上手比较容易，而且功能也很强大。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本地的大模型。哎，本地大模型的话呢，首先大家要看它自己的配置啊。之前我有提过，最好是要大于8G 的一个显存。那我们第一步，我们来到这个 Llama CPP 啊这个页面啊，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发行，你可以看到它20小时前才刚发行的啊，这更新很快。然后我们根据自己的那个操作系统去下载啊，这个苹果你就下载这边，Linux 下载这里，然后安卓和 Windows 就下载这一块。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它的一个资产。资产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驱动版本去下载对应的东西啊。这里我们来到我们 CMD 命令行，打开一个 CMD 命令行，你输入这个 nv 点，输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这里呢是 12.9 的版本，代表它 12.9 之前的驱动版本它都支持 OK。然后还有一个命令是什么呢？是它的一个编译器的版本。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里是 12.4 啊，所以把这两个数字记住。那我们这边主要找 12.4 就够了。那我们在这搜一下 12.4， 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就要下载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它 ，OK， 一个是它。对，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版本去下载。如果你是 13.0 的，你可以下载这个啊，都 OK 的。下载好这两个东西之后呢，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做的是把这两个下载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看了这张图。下载好之后，把这两个东西给它都解压，解压之后呢，把这解压的那些文件给它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这里面我是命名为叫 Mama Ra， 你可以取其他的名字都 OK 的，没关系。这个文件夹就是我们之后要启动本地大模型的一个文件夹。那这里我用的是 Llama CPP 啊，它配置上可能会稍微复杂一些，但其实也很简单嘛。对，就看过我的往期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就你省掉本地去编译啊。这里我已经建好了这个文件夹啊。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抄一个 CMD 啊 ，OK。之后我们就在这里可以启动我们本地的这个大模型。你要去下载模型啊，这里的话我的显存是16G， 我下载的是这个模型，就是千问 3.6 35B A3B 啊 Q4 KM 的啊，对。然后呢，我这里还下载了一个它的视觉模型，就是 MMPROG。那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选存去选。如果你的显存比16G 还大的话呢，那你就可以选那个千问 3.6 27B，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你如果显存比这个更小的话呢，那你就选那个参数更小的模型。那模型的话呢，这个网址我也会给出在评论区，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啊，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你就下载。怎么下载呢？最简单，举个例子啊，我如果要下载这个 Q4KM， 它这个你不用整命令行了，你直接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下载按钮，就可以下载到本地了啊。对，然后呢，记住视觉模型也给它下载好 ，OK。
啊，就你可以识别图片啊那些多模态的东西。OK， 然后下载好了之后呢，我给大家简单过在这一串命令。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它本地模型的一个路径啊，你放到这里啊，你根据自己的路径去替换。然后第二个是那个视觉模型的路径，第三个呢是它 GPU 参与的一个计算程度，第四个是 CPU 参与制的程度，然后这个是上下文的窗口，然后这个是加速助理你计算的过程，然后其他这些都比较简单，大家看着就好。然后之后注意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是不建议开启它的思考模式，因为它推理化了，它的时间会更久啊，使用体验没那么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复制好，然后呢这个窗口我们给它粘贴，然后我们点击回车，它马上就会在后台把这个模型启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任务管理器，我们看一下，刚才的 GPU 还很低，现在一下 GPU 占用就来到了15了啊，基本上就比较饱和了。然后在这边会给出一个8080的一个端口啊，这就是它本地的一个模型端口。那我们刚才跟大家有讲过啊，我在 Workbody 里面配置的时候呢，我这边是直接在模型这里啊，就是千问3.6啊，这里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输进去了。只是我后面要注意要加上一个斜杠 V1啊，这个是要保持跟 OpenAI 的那个 API 接口格式的兼容。OK， 这里你备好之后呢，我这里可以勾选图片输入啊，因为我是有加载那个图片的模型嘛，对吧？然后思考模式不开，然后自定义协议的显例也不开，然后输入的话呢，输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脑的一个硬件情况去配吧。OK， 它整体流程跟我们刚才处理的是一样的，只是说本地大模型呢，这里有一说一的话呢，它的很取决于本地的一个电脑的一个配置的情况啊。比如说你生成这个博客网站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也是用的刚才这个提示词，那其实生成的效果其实也还可以。对，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是用一个本地大模型生成的，但是呢，话说回来的话呢，它这个时间会要久一些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有个细节，你在这里首先你要切换本地大模型，可以切换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我们本地的一个大模型了。你切换之后的话，你要理解。因为这个模型呢，它的上下文窗口呢，它肯定是没有 DeepSeek 100万的那么大，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细节，就是我们用本地模型的话，你自己去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最后生成的效果也还可以，但是呢，它的时间会比那个云端的这种模型要更久，这就是因为它的上下文窗口有限。然后我们的 Workbody 每一次发送东西的时候呢，它不只是发送你这串提示词，它还会有打包很多的你的这些 ski 这些什么专家技能，或者是说系统的一些配置，它全会给它加进去。所以呢，对于那种上下文窗口容量不大的模型的话，那么你还输入1-2个任务，可能它就满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现状啊，就是不足啊，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刚才这个点呢，我跟大家其实也有就提过这2个任务啊，一个是导游的那个语音播报啊。我们的那个本地的模式去做一下，它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那时间关系的话呢，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一一演示了。那接下来关于这个对接第三方外部软件，就是以助理模式啊，它这里可以对接不同的这种外部软件，包括微信等等的。那这些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些我都在本期内容就暂时不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之后再跟大家再出一期节目来专门讲。那后面还有像自动化的任务的一个配置，可以自动给你推送到你的手机上啊，让你可以在外面的话呢，可以直接了解到你的这个 agent 的干活的一个成果。那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Workbody 的亮点，在我使用下来呢，我会发现它比 Cloud Code 还有 Codex 同样的任务，它要更节省 token 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它也是支持本地大模型的，而且实测效果还可以。对，大家刚刚也有看到对吧？然后它还支持手机远程的调用这种助理模式。也是刚才给大家提到这种容家的这种模式 ，OK， 然后呢，它跑在你本地的电脑上，你直接上传文件和下载文件这些东西，就是在本地电脑完成的啊，非常方便，不用你去上传。再一个就是呢，它是桌面端的 agent， 它非常擅长于处理长任务，然后那种多步骤的、多链路的这种任务，非常贴合我们工作的场景，它是实实在在可以给工作提高效率的。只有它底层都是尝试用代码在解决大部分问题啊，对，这是这里这种桌面agent 的一个共性，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软件本质上都是由代码创造的，对吧？最后一个就是它文件之间的互相访问的权限是比较松的，但是一旦你删除文件的时候呢，它会给你弹出一个提示让你手动进行确认。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做得很好啊，怕你误删一些重要的文件，这种的就是安全性嘛。最后一个就是它 skill 生态会比较丰富，支持是比较友好的，调用和方便，而且还方便你自定义 skill， 这个我也给大家演示过了。OK，
那本期视频相关的所有资源链接以及这些提示词呀、这些命令啊等等，我都会放到评论区置顶。大家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呢，那也请支持一下我的创作，为我关注、点赞、转发，谢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再见。